消费降级的风终究还是吹倒了星巴克。星巴克官方宣布，自6月10日起，旗下3大王牌品类星冰乐、冰摇茶、茶拿铁共计数十款产品将集体推出全新夏日心动价。这些产品的原价最低为29元，最高达到了41元。在降价之后，最低价来到了23元。以畅销的大杯规格为例，平均价格降幅达到5元左右。这是星巴克进入中国25年以来，官方首次公开大规模下调价格。星巴克方面表示，此次降价是希望以更具吸引力的价格，层出不穷的产品创新，独特的客制化玩法，为顾客带来全新的非咖体验。调整后流出的价格空间也将鼓励顾客探索客制化，解锁星巴克的各类隐藏菜单，或是根据自己的喜好定制一杯饮品。我的天哪，这么神奇吗？如果说星巴克过去的降价是通过发放优惠券、参与平台团购等方式悄无声息地进行，这次则是主动放下身段，而且还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这次降价也戳破了中国咖啡市场的泡沫。事实上，星巴克这次降价并非雨露均沾，而是精准狙击非咖啡饮品线，比如星冰乐、冰摇茶、茶拿铁等。这些饮品是门店的流量担当，也是夏季消费的绝对主角。而星巴克选择在6月启动降价举措，正是为了提前卡位夏日饮品消费高峰，目标直指年轻的消费群体。具体来说，以大杯饮品为例，其中大杯冰摇红莓黑加仑茶从31元降至26元，白桃星冰乐从41元降到了35元，大杯红茶拿铁由35元降至29元，平均降幅达到了5元，最低价格下探至23元。中杯冰摇红莓黑加仑茶23元的价格底线里隐藏着星巴克的小心机，因为这恰好是当前咖啡市场轻奢与主流的分水岭。目前国内市场上瑞幸的主力价格在15至20元，库迪将价格卷到10元以下，而星巴克希望用23元降低消费者的决策门槛。毕竟一杯41元的星巴克和9.9元的瑞幸，人们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但是当价格的差距缩小，面对一杯23元的星巴克和20元的瑞幸，很多人就会入手年轻人的第一杯星巴克了。餐饮连锁专家王东明指出，现在国内咖啡茶饮行业内卷十分严重，星巴克不得不被动卷入竞争。但作为头部品牌需要维持形象，因此选择先对非咖啡产品降价，这是相对体面的价格调整方式。他预判未来星巴克很可能会对咖啡产品进行降价。以往星巴克也有过一些优惠价格，2024年星巴克通过发优惠券来降价。2024年6月，9.9元星巴克曾引发热议。但是要真正实现这一价格，消费者需要完成美团平台上的学生认证，才能领取12元无门槛券，再叠加平台红包。星巴克的自有渠道也会经常发一些常规优惠券 App 和小程序，曾推送39.9两杯的午后特惠。美团、抖音等平台也曾推广过星巴克108元5杯的套餐。通过这些方式，星巴克产品的价格也进入了20元价格带。实际上，星巴克降价试探从未停止。2025年4月，星巴克接入京东外卖，在平台补贴的加持下，大杯咖啡券后价为26.8元。在价格战已经硝烟弥漫的国内市场，库迪咖啡的9.9元补贴不停，近期多款瑞幸咖啡价格下调3元。在京东外卖、库迪咖啡、橙 C 美式，券后价低至1.68元，低价换来了销量的提升。截至6月9日，库迪京东外卖订单突破1亿单。
两位库迪联营商说，京东补贴的产品销量上涨很明显，但爆单也带来物料短缺等负面影响。星巴克非咖啡饮品降价是战略转型的一部分。星巴克对媒体表示，星巴克正着力加码非咖啡消费场景，强化下午茶消费体验，是星巴克在中国重振增长的又一重要引擎。星巴克认为，这次降价的3个系列深受市场欢迎，其中抹茶星冰乐、冰摇红莓黑加仑和红茶拿铁是消费者用钱包投票出来的系列中销量前3的产品。星巴克中国首席增长官杨震说，我们正在构建咖啡加非咖的双引擎模型。通过完善非咖啡场景的产品矩阵，可以针对不同消费场景、门店类型，灵活配置产品组合，实现体验的精准定制。非咖啡产品的降价也有利于星巴克拓展下沉市场。星巴克中国首席执行官刘文娟曾向媒体透露，虽然这些产品的客单价相对较低，但消费者的下单意愿强烈，下午和晚间时段的客流更加稳定。在下沉市场，冰摇茶和星冰乐的受欢迎程度超出预期。2024年，星巴克新增了166个县级市场，门店覆盖超1000个县级城市。此前，星巴克已进入山西阳泉、四川广安、湖南吉首、河南周口等低线城市。龙策餐饮智库战略顾问田广利说，以蜜雪冰城为代表的万店级茶饮品牌迅速崛起，催生了一个规模数倍于咖啡饮品的新茶饮市场。星巴克虽然拥有不错的非咖啡类产品，但由于价格偏高，在与蜜雪冰城、喜茶等品牌的竞争中处于劣势，急需改变被动局面，抢占市场份额。星巴克一直被视为主打咖啡的品牌，消费者对其非咖啡饮品的认知度不高，市场还需要培育，降低价格门槛是最有效的市场教育方式。并且6月是饮品行业的传统旺季，也是非咖产品全年业绩的关键冲刺期。此时降价将有效带动全年销售业绩的提升。降价之前，星巴克也在试探降低成本。自2023年开始，星巴克从宽松模式切换到成本严控模式。原来的星巴克门店人力重叠时，一个班次最多能有5个人，早班同事15点下班时，中班正在忙，晚班又从13点提前上岗，13点至15点的时段，吧台里挤得转不开身。现在为了优化人力成本，门店严禁工时重叠，早班15点下班，上晚班的人员必须准点上岗，中班班次大幅缩减。人员配置方面的降本更加明显。以前店里能有3个全职值班主管加1个兼职，后来区域经理要求最多留2个人。与此同时，星巴克正调整岗位配比，全职岗位缩编，兼职人员成为主力，除非开新店才能招全职员工。星巴克中国2024年进行了人事调整，杨震成为星巴克中国的首席增长官。这是星巴克中国首次设立首席增长官职位。2025年第2季度，星巴克中国市场的表现回升，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5% 至 7.397 亿美元。所以，无论是新动价的主动出击，还是内部的降本增效，星巴克都在用行动告诉市场，那个可以躺赢轻松赚钱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面对中国市场的瞬息万变和消费者的日趋理性，即便是咖啡帝国也必须放下身段，贴身肉搏。这场价格变革仅仅只是一个开始，星巴克能否在中国市场稳住阵脚，重回增长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这就是我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希望大家喜欢。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并分享您的看法。我们下期再见。改革春风吹